嗨，大家好。今天呢，大家看我这个视频的背景啊，是启福英语实验学校。但其实呢，我并没有站在或者坐在启福英语实验学校的门前。其实我在家里，我是坐在我家里一块绿色的这么一个屏幕跟前，跟大家在交流聊天。其实呢，这也是我在网上最近学会的一个方法，一种技术。就是可以在家里通过一个绿屏录制一些想要说的话，然后呢和自己选择的一个背景来结合，就可以合成一个视频。当然一切都在学习当中，做一些尝试来丰富自己的一个退休的生活吧。前段时间呢从外地回到了广州，一直呢在祈福新村过着自己的退休生活。就像大家看到的我最近发的一些视频呢，都是关于祈福新村退休生活这样的一个主题。最近一段时间呢，新冠肺炎的这个疫情又有一些死灰复燃，有一些地区呢，甚至已经比较严重。最近一个礼拜呢，广州也是陆陆续续的有一些散发。从上个星期开始呢，广州也是连续6、7天里面做了4次。有些地方甚至是做了5次的核酸检测，希望呢能够把那些疫情的苗头呢扼杀在萌芽之中。我们希望呢能够尽快的得到控制。那么也是为了于己方便与人方便这样的一个原则，加上作为一个退休人员，虽然没有到年事已高这么一个程度，但是呢身体抵抗力呢肯定不如年轻人，所以呢我们也是从善如流，尽量呢就在小范围转悠，尽量呢不去那些可疑的地方。所以呢我们也是尽量配合，少外出，就在祈福新村内活动。所以最近呢拍了一些个人生活分享的一些视频呢，基本上都是在祈福新村内转悠。当然也在做一些新鲜的尝试，比方说骑一下共享的单车、共享的电单车，更多呢就在村内散步，去看看整个屋村的一些现状，也了解一下其他人呢在这个屋村里面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也算是一个生活上的相互观摩。所以呢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疫情爆发的时期尽量呢还是立足于自己能做的事，面对现实，活在当下今天早上起来呢，就看到了朋友圈里面有一则祈福新村发出的一个内容，说的是祈福英语实验学校呢新的学年的招生又开始了。我没有细看但是我想应该就是小学和中学的秋季的招生，现在已经开始报名了。根据往年的这个惯例祈福英语实验学校一旦接受报名，很快呢名额就会被占满。所以呢这么一个通知，对于那些有适龄的孩子需要在祈福英语学校读书的这些家长们呢，应该会很快的行动起来。正好呢我昨天从祈福学校门前路过，也发了一些感慨而且呢我还专门为我昨天发的这个视频做了一个标题：祈福价值几人知，开放教育惠一生。从这个标题呢大家可以了解到我对于祈福英语学校，或者说简称祈福学校，在我的心目当中它的一个价值。在上一期的这个视频里面短短的这个几分钟里面呢，没有能够展开我对祈福新村它的价值在于教育这件事情的一个理解。昨天呢刚刚发了这么一个视频，今天呢又看到了祈福新村关于祈福学校招生的这么一个通知，觉得意犹未尽刚好呢也是想在家里头看看能不能通过视频的形式来跟大家聊聊天所以呢干脆呢就是接着昨天的话题，简单的跟大家聊一聊。自从我发了不少有关在祈福新村过退休生活的这些视频之后呢，其实也有一些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呢也向我提出了一些问题。其中呢提的最多的就是广州那么多的好的小区，地处繁华地段的，交通方便的，商业畅旺的，还有呢省重点市重点这样的学校边上的房子很多，为什么最后你会选择在祈福新村安家，而且一住就是10多年呢？其实呢我也一直想找一些机会跟大家来从容容仔仔细细的来梳理一下这个问题。
虽然呢，我在我的很多的一些视频当中呢，点点滴滴的呢，也早就给出了一些答案。如果长期关注我生活视频的朋友呢，从我的每一期的一些点滴的交流中呢，应该已经找到了一些答案，并且呢，我也是曾经呢，在心里头有一个对大家的一个承诺，就是希望我有更多的一些订阅者的时候呢，再来跟大家更多的去交流一些个人的问题，就像呢和朋友们一样，推心置腹的去交流一些比较私人的问题。那今天呢，既然已经说到了这个祈福学校，那么我也顺便回应一下一些朋友的一些问题，为什么住在祈福新村，选择在祈福生活的这么一个问题。其实呢，我自己在国外生活的时间可能比较久一些，回国效力的时候呢，正好也是2个孩子处于一个适龄的这么一个年龄。那作为家长呢，我想都一样，古时有孟母3000，现代的父母呢，应该也是有同样的心思，就是怎么样给自己的孩子找一处安全的生活的环境，更重要的呢，就是让他们有一个安心学习并且能够快乐成长的这么一个受教育的一个学校。10几年以前的广州呢，其实当时的房价还没有那么高，确确实实呢也有很多的选择。住在室内呢，肯定是既方便工作，生活的便利度，以及呢这个房子有可能会带来的一个升值，这样的空间呢，都远远要大于番禺这样的一些近郊的地方。俗话说呢，鱼与熊掌不能兼得。根据当时自己的一个经济条件，在提升或者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生活品质，或者呢在听从一些朋友的建议，把房产看作一个投资，坐等升值，和另一边呢关注孩子的一个宽松的生活环境，尤其呢是在一个开放的一个教育的这样的一个体系里头成长呢，那我们家人呢还是一致选择了后者。当时呢也选择了几个大型的有国际背景学校的这么一个屋村，最终呢还是选择了在祈福新村，感觉呢是一个比较安全的这么一个屋村。原因主要是第一的话呢，生活配套齐全，基本上足不出村就可以满足几乎所有的生活方面的一些需求。更重要的呢，就是在祈福新村有一个设在村内的非常安全，而且它的教育的选择有中英文双语，还有国际班，和国内的公立学校呢有着相当不一样的一个教育的一种体系。这些呢对我的刚刚从国外回来的孩子，他们呢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学校里面，不但能够保持他们自己的外语的能力，同时呢又能够更多的去学习中文，并且呢把中文和英文2方面呢都作为一个基本的一个语言的能力来掌握。更重要的呢是在这个屋村里面有来自好几十个国家的外籍人士的子女在这个学校里面就学，所以它呢是一个比较像我们以前经历过的在国外的一种这样的一个教育的一种环境，并且很多的一些基本的理念呢都是跟国外相近的。这是我们做出我们在祈福新村生活这么一个重大的决定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现在回过头来，我的2个孩子都从祈福那边已经走出来，然后呢他们又经历过再回到他们以前出生的那个环境里面去继续深造和生活这样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几乎没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因为他们的理念，他们在祈福学校的一个学习的经历和他们回到这个教育生活的环境当中基本上是无缝连接的。所以呢，我有时候在想，有些人他选择祈福新村，他可能有不一样的目的。比方说到了像我这样的一个退休的年纪，有些人呢就希望自己远离这个闹市的纷繁，他希望选择一个安静的地方，更容易负担他的生活，所以呢他会去从市区的一个房子搬到一个近郊，而且恰好呢像祈福新村又是一个医疗比较完善的这么一个小区，所以呢我相信很多人呢也会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来到这边来过一个退休的生活。但是呢我的当年的选择是为了孩子，是为了让他们能够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或者说跟大部分的国内的孩子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教育背景，
是出于一个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理念，做出了一个放弃在中心城区生活，宁可给自己造成一些工作上的不便，比方说每天的上下班的时间会比较久等等的不便，来换取小孩子呢，他继续能够延续一个宽松的教育的氛围，能够呢在一个开放的一个教育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成长，是出于这样的一个初衷。当然也是面对现实，就是你的经济的条件，你没有办法负担两个方面，一个是市区的房子，或者是一个孩子的私立的教育经费。那么在只能选择一样的这么一个情况底下呢，我们决定还是把这个有限的资金呢用在小孩的教育上面。因为祈福英语实验学校呢毕竟是一个私立学校，对我们这样的一个靠工作来支撑我们收入的这样的一个普通家庭来讲的话呢，其实这也是一种选择。以前也有亲友曾经来咨询过我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把市区的房子卖掉，然后到祈福来买一个相对便宜的房子，这个中间的差价去供他小孩去接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教育，是不是划得来？那我呢也是比较中肯的给予了我自己就跟给大家现在一样的想法，也就是说，如果说鱼与熊掌不能兼得的话，那我宁可去更关注孩子的一个教育。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意见，并不代表其他人的一些实际的情况。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我在祈福新村住到现在，虽然说我已经完成了子女的教育这么一个重任，但是我依然还是很快乐的在祈福新村过着我的退休生活的一个价值所在。或者我对我自己在祈福新村住了这么10多年，我不但没有后悔，还是感觉比较平和。虽然有得有失，但是呢，我还是会觉得做出了一个符合我们家里实际的这么一个选择。所以今天呢，就是趁这个机会跟大家简单的来聊一聊，也试一试我刚刚学到的一些新的拍视频的一些技术，可能对很多人来讲都是不值一提的。因为今天还有一位观看我视频的网友专门向我提醒说，最好把它做成字幕确实这些对我来讲都是一些新的东西这些呢都是我在学习过程当中需要面对的很多的一些技术问题，我也会努力的去学习看看能不能把这一期呢也能够去上一些字幕来尝试一下。但是呢，我还是会觉得说，更多的可能是我自己生活的一个分享。我相信听得懂中国话、听得懂普通话的人呢，没有字幕应该也是没什么问题的。我想我还是更注重于内容的这么一个制作，而不会把太多的这个时间呢花费在我不太熟悉的一些制作上面。请观看我视频的朋友们呢，能够多多担待。今天呢，就是坐在家里跟大家做一些闲聊，也是一种尝试，希望大家多支持。谢谢大家的观赏，再见。